欢迎你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这一节，我们看中美的这个对话关系上，大家当然很关切布林肯美国国务卿什么时候才会正式的跟中国大陆展开对话，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都一直没有能够对话成哦。不过在此之前，我们看，因为这个历史人物，美国的非常重要的近代史的这个季辛吉，因为满100岁了哈，他特别提到了他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他特别分析说，美国始终怀有这种自诩正义的行事风格哦，所以呢，各式各样的观点理论呢，那么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可是中国并不买账啊，因为中国在寻求安全。那么，而不是想要统治世界。那么，他在诠释现在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状态上，真的是可以说是一语见地啊！而且他特别提到，中国对于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感到不满，认为这实质上是基于美国的规则和美国的秩序。不愧是这个近代史上响当当，尤其在中美关系上是历史性人物的看法哦，应该是我也是最近以来看到最清楚的一个在描述对于中国的跟美国之间的态度差异。当然，季辛吉他也建议美国的政客要认真考虑对中国的担忧，应该将冷静外交视为一切防止毁灭性冲突的方法。这句话还是非常的厉害哈。所以这老政治人物呢，果然还是有他的特别的他的思路。那么当然，中美之间的关系，季辛吉都知道，在中美的建交史上，他是非常关系的奠基人。因为当年尼克森呢，其实在常规上应该要用国务卿来安排，但是呢，他确实后来是用尼克森来，对不起，他用季辛吉来进行中美关系当中的这种接触。那么这方面，我们待会也许可以请大中兄我们说一些说明。当然，现在在中美的这个对话上，最新的高层对话其实来自于王毅对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其实中美对话当中，国防对国防，经贸对经贸啊，其实他们有各自的对仗的这个对话。但是呢，按照道理是不是应该布林肯来谈？是不是也该谈了？特别现在，如果拜登跟习近平很想要见面的话，只是说现在还是到苏利文跟王毅在维也纳的这个会晤，目前为止布林肯都没有任何的迹象，中方想要跟他谈。所以这里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布林肯最近始终一下子批评中国，一下子又说要对话，这种不确定的这种摆荡。而相较来说，苏利文其实还是比较一致的哈。对于中国的部分的了解，虽然他是很重要的国安顾问的部分的角色。那么国安顾问就如同季辛吉在当年的部分的中美关系上，是不是反而在中美沟通上，其实现在苏利文扮演的是比布林肯更重要呢？那么现在究竟应该谁来接触？但无论如何，王文涛跟戴琪在商务的层面的部分已经有所接触了嘛，所以这方面来讲，虽然接触，但是因为最近出现个状况，因为中国大陆突发性的封杀美光，那么这件事情引起美国政府非常强烈的反弹。这2天都有美国政府最新的反应哈，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一转身在会面之后就立刻变成很强硬哈，跟王文涛会面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然，除了中美关系之外，我们也要看美国在掌握的整个国际的各国的局势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松动，还是更紧迫了呢？我们来看，现在在塞维亚的部分来讲，武契奇现在已经决定要离开辞去党主席的职务了。所以现在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他这个画面上是数十万人集结哈，他这场告别演讲也引起国民很大的关注。那么他曾经公开表示呢，有外国支持革命者的这个反暴力集会，他确定是颜色革命。我们现在提到颜色革命背后思考的都是不是有美国，包括美国情报机构的支持，在不同的国家里头，只要你跟美国关系不好，都要支持这些反政府的这些势力啊。那么这里头当然现在布林肯他是单独声明呢，他谴责了包括科索沃违背美国和欧洲的建议啊。所以这里头要求科索沃要缓和局势，都是跟颜色革命有关嘛。那么土耳其大选也思考到先前一度埃尔段的执政者方面，他好像一度落后，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土耳其是不是一度？那么曾经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个反政府的这个势力，现在是不是在野党方面还是平息下来？所以现在包括欧美跟中俄之间的关系，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当中也都是很受关注的，包括非洲在赤道的几内亚方面，
那么这里头也特别提到，如果有非洲国家不同意美国的政策，美国就会策动政变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几内亚方面也特别提到呢。他们对于我们说俄罗斯会养活你们的这样子的部分的说法啊，所以这里头也牵涉到美国方面，也包括埃克森美孚退出了几内亚的部分市场，是不是背后也是美国政府的意志呢？美国不愿意签订贸易协定，也使得像包括拉美的许多的智利、哥斯达黎加许多的国家，这个部分其实态度跟立场也会有所变化。那么中美之间的拉锯战，所以这里头有拉美的外交国家这么样来形容中国哈，他说他们像摩门教徒，他们敲你的门，问你感觉如何，然后热心想帮忙。这样子，过去我们对美国的印象，现在是拿来形容中国这个部分，韩冰也是蛮讽刺的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觉得美国很奇怪的地方，就是美国一直希望全世界都听他的，可是他用的是他的军事的力量，用的是他政治上的压力，可是他不给人家好处。没错，所以这就是让我过去美国是会给好处的，可是现在美国已经不再想做圣诞老人了嘛。他去哪里都是以死气死，然后就要求别人付出，可是自己却完全不愿意付出。那这样子在外交上当然会碰壁，因为美国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美国的实力其实也正在走向衰落当中。是，那谁还会像过去这样听你的呢？所以美国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势的话，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盟友反而是会越来越少。那反而是中国这一种交朋友的方式，大家比较乐意，因为你让我有钱赚嘛。虽然你也要赚钱，但是你也让我有钱赚，那大家都有钱赚，就比较容易谈合作。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看起来朋友越来越多。那当然，中国要超越美国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啊。所以美国只是现在在努力做预防、做防范而已。他要把中国大陆压制住，不让中国大陆能够追上来。那基辛格在提醒美国什么？就是说，现在大家是在比气场。对，所以呢，你如果在每一个阶段你能够少输一点，未来你就能够撑赢对方。是，他在告诉美国的是这个。那美国过于急躁，所以反而导致自己有的时候会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的一个状况。那对中国大陆现在很简单，因为中美之间彼此的信任基础已经丧失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尤其特别是布林肯，因为布林肯经常就是一副高高在上，到哪里去指责别人那种状况。是，那谁要理你？我个人认为啊，接下来就算中美之间谈判可能会复苏，可能会开始重新起来。第一个，这个进程会非常缓慢；第二个，我看布林肯是没机会，就是布林肯完全会被挡在外面。未来，我觉得中国大陆恐怕会明讲，就是你们可以换另外一个来，布林肯我不接受。我觉得可能会变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慢慢就看双方是不是能够谈起来。但是美国最厉害的一招是在什么地方？美国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他表面上讲的都是仁义道德，实际上他在到处煽动破坏，他在全世界各地制造这种政治动乱，把所有不利于他的执政者全部推翻掉。可是问题是，美国这种操作到最后常常也会反噬自己。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了，海珊当年被美国推翻的这个海珊，其实是美国自己培养出来。是，那个宾拉登是谁培植出来？是美国培植出来。塔利班谁培植出来？是美国自己培植出来。中南美洲现在这些到处在卖毒品的这些组织，谁培植出来 ？CIA 培植出来。没错。所以美国确实有本事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可是到最后倒霉的是谁？倒霉的还是美国人自己。然后这要继续请教大中兄哦，其实季辛吉的状况就真的提醒我们，在他的那个时代的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政客，就像美国当时美国利益，其实当时也给你方法，但是也给你资源。可是现在是不是说美国的这个政客历经了好多代，这一代包括布林肯的这些政治人物，真的就像讲的，就给你 speech， 不给你任何的东西。我先提一下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啊，白宫的国安顾问，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没错。那假设他能够获得总统的信任啊，两个人有一些相关的情谊，其实他的角色是不逊于，比如说是国防部长，对，甚至是美国的国务卿，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苏利文的确非常年轻哈，但是以美国的角度来看，他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干练跟优秀的一个国安顾问，因为他在奥巴马时期就有很多一些幕僚的经验，是，那现在也不过才40多岁而已。那第三个就是说啊，其实刚刚有提到说5月10号、11号，我们记忆犹新，在这个维也纳，我们看到这个苏利文去见了王毅，其实这个窗口是对的，是对等的，因为
在王毅之前的杨洁篪跟苏利文也在拜登政府的2年半之内，大概至少见3次。没错，布鲁塞尔、罗马，还包括了这个瑞士，这个窗口是对等的，就是对应。那另外一个窗口其实就是美国国务卿对中国大陆的外长就是秦刚，就是布林肯对秦刚，这也是一个窗口。是，那这2个窗口基本上有些是做分工。我今天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您看，我们看到王文涛好不容易去趟美国。对，是不是真的代表说美中关系有解冻呢？因为我们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拜登在广岛 G7 峰会的记者会里面讲，他说他预期会见到美中关系要解冻。是，那到底有没有回温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王文涛这次去美国，他还是参加 APEC 的一些会议，是因为今年美国是 APEC 的轮值主席国。对，他在这场域里面的确见到了戴琪，也的确见到了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谈什么？其实谈的很多，我们都不意外。对，谈美国的科技管制，谈关税，谈这个贸易的审查，谈印太经济架构，谈美中经贸关系里面台湾相关的议题。但有没有成果或明显的突破，其实也一如外界，大概没有。对，所以很多人说，唯一比较明显共识是谈话是有必要的，谈就代表往前走了一步。那这个谈话对话的需求，就是为这次好不容易王文涛去美国所达到目的。但这个访问还是不同于之前我们大家所传说的，是美国的部长到中国大陆，因为那就是特别去，没有错。但这次借用多边的对，所以未来我觉得要看的地方重点就是说因为 G7 的广岛公报里面讲不脱钩、去风险化、维持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其实里面是有一些外交辞令在，要看真正的美中之间实际的互动。所以下个指标，我觉得第一个是拜习王对王有没有通话？对，因为过去通过5次，是，但最后一次是去年7月，很久了。对，第二个是但机会很低，就是被美国制裁的中国大陆的防长李尚福，对，跟美国的国防部长有没有可能在6月的香格里拉会议新加坡碰头？对，机会可能比较渺茫。第3个就是回归原点，一切的原点就是在2月份，其实当时的国务卿布林肯要访中，就是因为2月初的气球事件，没错，没去。所以把这个事情接回来，我觉得美中之间才能回到基本的原点。是，程序去年11月 G20 的这个拜登跟习近平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布林肯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而且不是借由多边的场域，是专门去谈一些重要议题。假设布林肯能够恢复，我觉得美中之间才能够讲基本的解冻。没错，而这个解冻已经是延迟了5个月，5个月来基本上蹉跎，是从2月到现在。但是即便是如此呢，美中之间目前很明白它是结构性的，就竞争大于合作，而且是陷入长期的战略竞争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待继续观察。以往记得要请教包括将军是，以往我们都记得，其实说在美中的一些斗争当中来讲，其实美国如果做了一些比较强烈的部分的这些做法，包括一些所有的一些管制的部分做法，其实有时候中国在一些地方就会翻页了但是现在看起来，中国没有轻易退让就像刚刚大荣讲，你没有回到2月那个气球事件之前，你没有到一个状况当中，我没有要轻易就翻页过去。这个部分的变化，确实整个在战略中美对话上有很大的变化。其实你如果说是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就这次武契奇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很关键一句话，就是说有颜色革命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对不对？他被推翻了，对。可是武契奇他很清楚，他就说我下台就好。对，我的政党还可以继续执政。是，那他认为他这次的事件就是跟科索沃的事件，这种会这么多人起来要推翻他，会对他闹事，是因为有外国势力的介入。那我们之前讲，他说有颜色革命，什么叫颜色革命呢？其实颜色革命国家很多个，从包括主要是利比亚，对不对？是埃及，甚至到近期的乌克兰，其实都曾经发生过颜色革命。那颜色革命的有一个特色，具体来讲就是美国。现在那个什么赤道几内亚大使也讲这句话，对不对？好，如果说就是你美国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搞政变。对，那这几个国家我们刚刚讲的利比亚、埃及或者甚至于乌克兰，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就是它是这个强人的一个执政了是。第二个就是等于说专制了。第二个它是国家比较落后、比较贫穷，而且也比较贪腐的国家。是，那你美国你可以利用这些人民的不满。来煽动他们的情绪，来发生政变，建立你自己国家。可是我们现在到目前看起来，到现在这些被颜色革命过的国家，生活老百姓有没有过得更好？其实没有过得更好。是，不管是利比亚或者是这
埃及可能还比较好一点啦。那但是其他中东那些国家来讲的话，其实人民生活更不好。那中国来讲有没有被美国用这招？有，就是基辛格开始啊。基辛格那时候到跟中国说要跟中国合作，要建交，其实他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颠覆你中国了。可能他也没有明的讲，对不对？他那时候他的对手那时候还是毛泽东嘛，可是之后没想到换了邓小平。那邓小平以后，他那时候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他是什么？就是说我提供你留学生，对不对？我提供你一些科技、一些技术、一些经济上的资源。那大的方向来讲，我要你中国跟我一起来对抗冷战时期对抗俄罗斯。那骨子里面，他希望借由这些留学生接受到民主的思想以后，回去以后，按照他美国建立中国的一个秩序。就是按照美国的秩序来建立中国秩序，讲具体一点，就是实施民主法治的这种，按照美国的政治制度来建立中国的一个制度，希望唤起你中国民众对于民主制度的认同，来推翻共产政权了。我觉得那时候基辛格去美国有这种意思在里面，但没想到后来邓小平执政以后啊，紧接着下来几任领导人大概也都发现说中国要做对于这种共产的这个极权主义要做一些修正，所以它发展经济每年都是 GDP 都是2位数字的成长。在这种状况之下，因为人民富有了，他就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动乱。其实现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的程度到80%几这么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基辛格很清楚，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还是按照以前用颜色革命那种方法来颠覆中国的话，可能性不高，几率也不高，所以他才现在目前来讲，他开始会讲说，中国要的是和平，要的只是崛起而已。对，以及冷静外交。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你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这一节，我们持续带您来关注，那么最近这一阵子中国大陆的继续的自我崛起哈。首先，先来看很指标性的中国大陆自己生产的大型客机。C919，那么正式的展开了商业载客飞行，也对它的内装各方面也都大公开哈。那么这次的飞行的部分是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北京首都机场哈，是首次的商业载客。那么这次是邀请制哈，没有公开售票，但是还是有100多名那么旅客先行率先体验啊。那么接下来的部分是后续的航班当中，包括从上海飞到成都的机场。那么这个上线果然是一上线就被秒杀，很多人要抢着做热闹啊。那么未来是不是在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市场来滋养 C919？那么未来全球的市场，那么这架飞机也是不是有可能做国际性的生产输出呢？对于波音跟空巴的影响会是如何？那么当然，现在波音最近表示呢，乐观的表示说，现在有11家中国航空已经恢复了先前因为它的飞安受到争议的737 MAX 的营运了。那么这里头，波音的 CEO 甚至对于未来恢复中国大陆继续采购737 MAX 的其他班机是表示乐观的。那么当然，这个部分只要是波音的订单，怎么可能会是只是民间的采购？当然，向来过去都是在拜登、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这样子的新订单。那么，但是现在两位习拜两人没有见面，那波音的是不是也会被卡住了？讲到航空，就不得不说最近那么引起很大讨论，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停的国泰航空的歧视普通话这个事件，目前影响所及，使得国泰的它的现在股市市值蒸发了58亿美元之多哦。那么不只是行政总裁来4次出面道歉4次，那么3位航空机组员从现代受到教育也被开除了。现在国泰航空也终于，以我经常搭国泰航空已经做了不了多少次的人哦，现在英语、粤语之外，现在也加上了普通话。当然不止国泰航空现在重视中国大陆市场，爱迪达，因为爱迪达先前是率先是美国的这个厂商当中对于新疆争议当中是很早表态的，这就使得爱迪达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雪崩了好几年，那么现在艾迪达似乎看起来要来修复它的形象了，否则已经连续7个季度下滑是难以想象。2022年去年的这个财报，事实上是在疫情期间当中，大家都在电商买东西，没想到艾迪达还在中国下降了36%以上。那么最近艾迪达在中国大陆的各式各样的电视节目、儿童明星的合作开发产品也都出来了。此外，香奈儿也是啊，现在也都是因为在美国市场的疲转，转而寻求中国大陆能够补足缺口啊。他们的财务长也表示说，中国的销售额来补足美国市场是绰绰有余的。最近中国大陆的电商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多的进展。中国大陆的拼多多在第一季就大赚了4亿元，但是呢，拼多多相关的跨境电商这个 Temu 在许多的包括欧洲跟其他的包括美加的纽澳的国家，目前也都上线，销售表现都非常的好哈。现在看起来又渴望会是另外一个也许未来受争议的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国际电商。当然，金砖集团也是中国大陆崛起的国际联盟。现在继上海合作组织之后呢，现在欧亚盟也将采取金砖国的储备货币。包括现在俄罗斯也会同时参与3个联盟，金砖、上合跟欧亚盟来共同使用新的数位货币的思考，不断的推进到数位货币了。沙烏地阿拉伯也在谈判要加入这个新开发银行哈。沙国的加入，因为是能源大国，势必会对这个加入的新的货币的共同使用展开新的一个开发引擎。这里头就提到，金砖国家该会改变世界秩序的新引擎。海斌。当然，他们是希望慢慢脱离一个全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开始发展自己另外一套的经济体系。但是这毕竟只能是一个希望，它目前还是在慢慢的推进，这个进程恐怕要好几十年，这样慢慢才能够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期望而已，也不用说好像他们现在这样一层就可以完全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在可见的未来数十年间，美国绝对还是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我觉得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自己的 C919开始起飞了，可是我也必须讲，C919也不过是中国大陆踏出的第一步而已。对，它未来还有很多步要走。那我也必须说，这些国家也不会坐在那边看戏，哇，好棒棒，中国大陆的飞机起飞了，我跟你买，不会的，不可能。首先，第一个会跟他买的大概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跟中国大陆自己的内部市场。对，但中国大陆的实力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自己的内需市场够大，是，所以它可以先支撑起自己的这股产业。要等到很久很久之后，这些国家才会，欧洲这些国家，美国才有可能考虑会去买，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到现在 C919连4航证，欧洲跟美国都不发，没错，他就是不让你飞。对，其实这是很明显的啦，但这也不奇怪，每一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商业嘛。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波音的总裁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你真的确定你很快就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吗？第一个，中国大陆已经连续像空巴像2个大订单，是已经好几百架，那他还有多少空间能够买波音？而且他必须要把一些份额留给自己的客机，对，自己的未来的市场。那更重要的就是，当中美之间的摩擦如果没有出现缓解的状况的情况下，我根本不认为中国大陆会跟波音买。没错，所以我觉得，当然波音的总裁有必要激励自己的公司的士气，也必须要激励客户对他的信心。但是我看中国大陆市场恐怕没有那么快会对波音开放。那至于其他的这些厂商，很明显的，我觉得。我到现在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做国泰，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它上面不能讲没有中文的，就它的宣布的就是安全啊，都没有普通话。那我说真的，那它被抵制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既然要去人家这个地方做生意，我们先不要管什么意识形态不意识形态的问题，你要去这个地方做生意，结果你不讲当地的话，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是，那所以你被抵制刚好而已嘛。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事件对国泰来讲刚好是一个警惕。你赶快改变你过去的这些政策吧，不然的话你会丢失掉这个市场的。那同样的，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自己市场够大，所以现在这些厂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进来，就是你自己的损失。没错。那美国现在正在叫欧洲这些国家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叫他们放弃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然后来跟美国一起抵制。所以这是一个不符合逻辑的东西嘛。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个抵制是不会成功的。那可是问题是，美国有没有放弃这样努力，并没有哦。对，其实拼多多这些天幕啊这些东西，他正在看，他很快可能就要开始新一波抵制。没错，他对，因为一方面是说他们可能会危及到美国的安全、个资啊什么东西，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厂商嘛。
因为如果你让中国大陆的这些电商真的大举进攻美国的话，因为他们现在在美国的市占率非常高哦，一直在成长，是，所以已经威胁到 Amazon 啊这些东西了，所以美国当然要保护自己的厂商。我认为接下来进一步的制裁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小大中兄，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中国大陆在包括 G7， 我们看到了，就是终究还是你知道不跟这个制裁是脱钩的。看起来对于中国的市场本身，还有包括中国大陆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制造能力，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轻易忽视啊。对，还是因为中国大陆还是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在不管是经济发展，对，或是供应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从拜登上任之后，他是延续川普的一些很多的科技封锁跟制裁。对，但是老实说哈，即便是做最大强度的一个所谓的脱钩，还是有利有未逮之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伤敌1000，可能自损700、800。是。那我想要提的地方，其实是刚才旁边有特别提到，是金砖国家的储备货币。对，因为这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发展，因为金砖国家是中国大陆在里面的影响性很大。对。那老实说，它的人口可能占全世界的40%，那 GDP 大概占全球的1/4到这个3%之间，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参与的意愿，包括最近大家讨论很多的，包括伊朗，还有沙烏地阿拉伯在内。但是金砖国家的储备货币，老实说，讨论不是1天2天，很久。是。但是现在南非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他说在8月份的约翰尼斯堡峰会，这个议题会列为是重要的正式的议题之一。是。那什么是触发点？老实说，触发点还是跟俄乌战争相关。因为俄罗斯被制裁，包括支付的系统，包括它的外汇的这个储备，大概有3000多亿是被美国所冻结，还包括欧洲国家的冻结，所以俄罗斯急需有一个脱身之道。那这个时候巴西支援，中国大陆也不反对，所以可能巴西的这个金砖国家储备会议在储备货币，在这个大的环境之下，有一点点可行的机会。是。那至于最近很多媒体在讲的上合组织是不是会采用这个金砖国家储备货币？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只有很初步，其实没有定案，没那么快。很有意思的地方是，的确，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提到是说要设立所谓的数位货币跟新的支付系统。那其实这个组织跟俄罗斯关系很密切啊，因为成员除了俄罗斯，大概有4个到5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那它是什么样的机构？它基本上是一个关税联盟，是那尝试在做成像是一些货币或是金融政策的一些整合还有协调，但它不是超国家的机制，它的影响力我觉得也不如上海合作组织、上合或所谓的金砖。但重点地方是什么？俄罗斯都在里面，这是重点。对。那至于我们常谈的这个美元的地位、主导地位，我觉得短期之内它大概被挑战机会不大。因为它的成立，它的这个优势跟2战之后的历史相关，是有结构跟历史的因素。是，所以目前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大概80%的国际交易是美元进行，各国央行的货币储备大概60%是美元哦。是，根据去年年底 IMF 的报告里面，它的估计8%是美元，还是美元，2%是欧元。那日元大概占5到6%，那人民币大概2到3%。对，所以未来大概只能从用本币交易、本币结算开始，比如说中国跟巴西所建立的协议。对，那要挑战美国的这主导地位，美元其实是一条漫漫的长路，现在可能才刚刚开始而已。是，将军，这个C919我觉得我不敢说有阴谋在里面，但是他之前后来停了100多天没有飞对，是因为反推系统出了问题。是，什么叫反推系统呢？我们这边也科普一下。就飞机降落的时候，因为它冲力很大，对，你必须要增加它阻力，让它很快能够停下来刹车。那你看那个战斗机我们经常看到战斗机一降落以后会拖一个降落伞，对，就是类似这种道理嘛。那你知道螺旋桨飞机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我做过那C130可以挖鼓可以倒车对，它是什么？它是把那个螺旋桨反过来改成一个角度以后，对，那它就可以倒着走。对，所以说它降落的时候螺旋桨是用反脚。那这个 C919它原来它不是都是自己研发的，它很多都是跟国外合作的供应链。那它这个推进器就是引擎它是跟美法合作的一家公司叫CFM 合作。那这个发动机总共有生产了3万多台，对，其实用的数量很多，按理说应该是很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为什么用在这个 C919上面就出现这个反推失效的状况？其实这是很起人疑窦了。会不会有什么的这个？我们不敢讲说有阴谋在里边，但是就很奇怪。那现在来讲，我觉得
我觉得 C919比较振奋人心的一点是，它现在这发动机是用自己国造的，就是跟长江系列合作的这个叫做 CJ1000A 的一个系列的发动机，等于那发动机如果说是改成自己制造以后，国造以后，那影响就很大。这科技方面是很大的长足一个进步，对于发展后续来讲，这个飞机来讲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进步。你这个民航机跟军用机有很多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民航机它讲究第一个是安全嘛，对，第二个你要省油。对，你省油的话，你的材料是不是够轻？你复合性的材料这些，还有你的零附件这些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够轻，才能够增加它减油，航程才能够远。同样油料，我可以飞得更远。台海安不安全，当然攸关的一个关键因素，绝对是中美关系嘛。那么中美关系，昨天我们还在讲，商务部长雷蒙多跟双方跟中方的官员陆续见面，是不是融冰的概念？结果见完面会后，马上雷蒙多，也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公开的发言说，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封杀美光，正在跟盟国密切合作，应对这种叫做经济胁迫因为这个词从美方的代表讲出来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不都是他们在做经济上面的施压嘛？现在他说他们不容忍别人对美国这么做，所以当美中的贸易官员在 APEC 过招，看起来本来是一个保持交流、总算重启对话的一个善意的表现。不管是5月25的王雷会，或者是王代会，想不到会后之后，这个晴雨表又变阴天，甚至要下雨了吗？当然要解读中美的商贸部长会面的消息里头，大陆官媒形容美国上了3把锁这个刘碧荣老师的谈判理念，关门锁门掏钥匙，先锁了3道锁啦。这个锁第一个就是所谓态度第一把锁关税，先把关税给挡住了；第二个是出口管制；第3个锁叫做强力对抗性的经济小圈子，拉帮结派。所以这3把锁锁上的时候，要怎么开门呢？你钥匙又是在手上，在谁手上，更是清清楚楚咯。所以 Political 的媒体分析在告诉大家，拜登想要什么？想要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让他看起来从未如此混乱过。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塑造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是什么呢？国安顾问苏利文说，白宫打造的新的华盛顿共识要取代全球超过1代人的共识。所以到底这个共识是什么，真的没有人知道难道抗中就会是接下来的秩序吗？而谢欣吉他说了话，他说中国大陆要求安全，并不是要统治世界，所以呢，美国不应该刻意的去跟中国对抗围堵，反而应该要多对话才对所以外交上自以为正义的美国政府呢，跟其他国家的冲突，现在寻求的所谓安全跟对话之间，看起来好像很难取得平衡点。尤其是雷蒙多说印太经济架构4国基本上完成了一份协议就会负责跟 IPEF 发出供应链中断的早期预警，告诉什么？就是要断掉中方的供应链。到时候印度、越南是不是可以取代所谓世界工厂的角度呢？那么华盛顿邮报告诉大家的是说，印度科技跟中国抗衡承诺正在破灭，什么意思？就是印度创业生态系统中的断层，2022只筹资了176亿美元，低于2021的353亿。虽然它有人口红利，但也有它的局限。那么甚至日经新闻的报道认为，越南出现了经济死穴。为什么2022年的贸易顺差124美元是在下降当中的？在10年内会不会有可能就消失了人力各方面成本比较低的这种竞争优势呢？拭目以待。但是日韩跟美国的关系真的是密切到不行，完全是听令行事，还是被形容同床异梦吗？为什么这样说在合作晶片这件事情上，美日跟尤其是韩国恐怕也是要自己想点办法，不然自己国内的半导体产业会被毁掉呀。因为包括 AI 量子运算这些半导体生产地集中的问题呢，光中韩的商务部长双边会议就说，中韩同意就半导体供应链加强合作跟对话，但是必须要突围否则的话，中美的这个想办法半导体要把供应链断了之后，影响的绝对是日韩真的
这个在韩国设研发中心、半导体公司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合作利益。倒霉的其实只有韩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当然，尹锡悦最近有一个场合出现的时候，当个趣闻来看看了这个点灯怎么都点不亮呢？看看这个画面很尴尬。我们看到画面上是在27号的时候，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出席一个叫做释迦摩尼诞辰法会的场合，还尴尬，他怎么拿着花灯就是灭没。像我们台湾公民丁的概念，怎么就灭了？那个住持看起来不好意思，赶紧递给他手上本来亮的那个灯结果想不到那个灯亮的，一递给了尹锡悦之后，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本来亮的灯手上又灭了，很尴尬。为什么会这么尴尬呢？当然是这被韩国媒体拿来取笑说，是怎么回事呢？在他手上就灭的灯，代表的是国运吗？大家会担心所以当日本呢加大制裁俄罗斯，东北亚也在紧张加剧的时候，各国外交部是说俄罗斯不会对日本新制裁置之不理所以这个各方面的多边的角力仍然持续进行当中，而中美的关系看起来这个进展刚刚融了一点点冰，好像又要打回原点了吗？委员，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是最标准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现象。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故事，后来被当作国际政治学的理论。也就是美国一定要请全力要打压中国，这一点呢，这个中国人里面有人即使再亲美也不要去怀疑这些事情。那要打压中国呢，他当然从中国可能最容易被打压卡脖子的行业、产业和技术开始嘛。那半导体或者相关的科技业，不管怎么谈判，美国人一定认为我一靠美国现在要打压中国当然有困难，我说要拉拢其他，我的小兄弟里面打群架。他看准了你中国没有办法打群架，好像你朋友比较少，所以拉拢了日本韩国啦，拉拢了欧洲啦，那想要拉拢东南亚，那我要嘲笑一下拜登一个人如果老的话就要知道自己脑筋会糊涂东南亚怎么可能靠在你那边呢？所以雷蒙都在做梦，因为我14国印太经济架构已经弄好了，我可以包围中国了，又多了一股力量，像欧洲那么听我话，像日本、韩国、澳洲那么听我话。想的会不会太美？雷蒙多改名叫做梦多吧？为什么？因为这14国跟中国的经贸的密切的关系已经到了你侬我侬、如胶似漆的地步。好吧，就算印度，印度会靠你啊！印度是有名的投机派，他看到哪一边有奶就靠上哪一边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现在还不认识印度嘛。那季辛吉讲的话说，不应该跟中国这样的对立，因为中国并没有要取代美国在欧洲或者在其他地方的霸权。所以不需要多对话，不需要这样打着这样。可是我得季辛吉的话，我坦白跟各位讲，美国人没有在听，听不进去如果听了进去的话，早就不会发生俄乌战争了嘛，就是听不进去，因为觉得这老先生更老，比拜登更老那至于这2天的这个所谓的开会看起来是有缓和的迹象，但是是不是真的缓和，我们还在观察一下那雷蒙多还放狠话说你中国怎么敢制裁我的半导体业制裁美光，我就要再纠集一群人在反制澳洲再来反制。我听了就好笑，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那中国的态度现在是一开始是忍让，然后忍让呢，接下来怎么样？就开始轻微的反击，或者什么样呢？尽量的加强自己的实力以抵抗美国进一步的攻击。现在目前还在处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但是，如很多的半导体的大师包括那个黄仁勋包括艾斯摩尔认为你现在阻挡中国在这个半导体产业中国应该5年以后就可以反身过来了。那可是到那个时候，拜登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所以这些人构筑一个梦，比如戴奇爱吹牛说要建立一个世界新的经济秩序，你拜登有什么本事你这个戴奇又有什么本事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听了就觉得很扯这些人讲起谎话，讲起大话来讲，不去照镜子自己有多丑。你要知道吗？布雷顿森林制是什么建立起来？后来这个美元体制崩溃了以后，浮动汇率制什么建立出来？不是你们这种咖能做得出来的吧？你们这个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有足够的知识或能力去建立这个不过基本上拿来炒作选举而已对这些人来讲继续执政比什么都重要。其他什么华盛顿共识啦，什么世界新秩序听听都好了，那是厚脸皮之下讲大话的宣传品。
主要怎么看哦？当然美方喊话，他说我们不接受任何的经济胁迫。可是现在就是双方在半导体这个产业上想尽办法，科技产业要断中国的供应链，也就是怕它崛起嘛。但是他可以胁迫别人，别人不能胁迫他们。我觉得当然要看后续美方还有什么动作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喊话的成分还是比较居多的。因为美国当然其实也期待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双边的高层的沟通能够恢复。那我们当然看到，就是说在现在这个除了贸易部长，就是贸易代表跟这个商务部长的会面之外，双方是不是能够在一些具体的事项上可以达成一些共识？当然，中国大陆是希望就是说美国在不管是在研拟当中的，就是未来禁止对大陆投资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这个部分的规定？能够改弦更张，不要再往前再向前再跨一步。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在拜登上任初期曾经提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撤销部分川普时代对大陆的一些产品的这个关税。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可以展现它善意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当然对大陆是有一些帮助，大陆也会正面看待。如果美国真的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美国希望对大陆有什么期待呢？当然，美国希望跟大陆恢复沟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要在他的盟友面前展现他有能力去管控中美关系。就是美中虽然竞争，但双方不会走向战争，不会让他的这个盟友呢，就是变成陷入一个必须要跟大陆对抗这样的一个处境。所以他在经济上固然双方有竞争，但是安全上双方能不能够保持沟通很重要。下个月香格里拉会谈是不是双方的国防部长能够见面？当然就是牵涉到拜登的这个行动是不是能够有所成效，当然也牵涉到就是说，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改善，是不是能够有助于美国的经济？这个当然也是美国所期待的。就是不管是对大陆的出口也好，或整个就是说大陆的这个产品，如果关税下降，能够让美国的这个它的这个所谓的通膨也能够得到一些更进一步的缓解，让这个联准会不需要再升息。我认为这个都是双方共利的地方。我注意到像玉渊谈天的他的一个新闻发布里头非常有趣的一点，就虽然他讲到了美国跟大陆之间，美国对大陆这些种种的一些步步进逼的作为但他最后引用了季辛吉的一个观察，就是季辛吉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如果说给大陆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不管环境多困难，中美之间都可以交流，而且中美是可以正和，可以正赢，就是双和，就是双赢了。我认为这个当然是难度非常非常高，可是如果双方都认识到一个改善的中美关系对双方以及对世界都有利的话，我相信他们还是会朝这个方向去前进的。这个会跟选票拿不拿得到成为矛盾的反比。乔舰长，美国一直想把台湾台积电拉出台湾，然后到美国、到日本、到欧洲去设厂。那同样的，他也希望相关的组装直接的进入到东南亚，直接进入到印度，但是可行吗？那在这里我就要在蔡委员前面稍微耍一下刀了。1980年，整个东亚是一个什么情势？那个时候的理论叫做雁行理论，日本在最领头，后面是台湾，然后再接下来才是中国。可是那个时候的设计，台湾跟中国应该进行垂直分工，可是没有成功，变成水平分工，也就是我们在做的，中国也同样在做，只是我们做的稍微高价，中国做的没有这么高价。但是中国慢慢迎上来之后，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红色供应链了。所以现在要用越南、要用印度取代中国，不太可能。第二个，我们刚刚在这边讲说美国东说西说美国一直说还记得吗？2021年在那个阿拉斯加，杨洁篪是怎么样应对美国的这些谈判官员，对应布林肯的，就说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的对中国说话。其实不是没有资格对中国，没有资格对每一个国家，除了台湾。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堆人爱抱美国大腿国与国的交往从来都是平行的。为什么美国说什么就是什么？季辛吉到底讲了什么？
他昨天100岁了，脑袋这么清楚。他讲什么？他说中国的领导人一直都很介意的是什么？不是说建立一个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是现在美国一直在建立的是基于美国的规则，就是你美国说了算，是这样吗？不是应该回到国际法的架构？不是应该以联合国宪章为原则吗？这些美国都忘了吗？也就是美国都以自己为主，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的，他的国力已经慢慢的走下坡了。国力强的时候，当然容易控制其他的友邦盟邦，但现在呢，美国的债务上限 deadline 滴答滴答响，虽然延后了5天，但是 Bloomberg 的报道告诉大家，白宫跟共和党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债务上限协议哦，所以有望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一关呢？当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是最紧张的人，他告诉大家，6月5号，虽然我们现在往后延了哦，6月5号资金会用完。6月2号之前，1300亿的美金必须要支出。6月5号开始支出920亿美元，所以美债一旦违约的话，智库的评估会说，到6月就会有7家军火商玩完了。为什么？因为280亿的美元的军人福利也会被拖欠，所以拜登在经济财政上，国内自己财务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要抗中，当然就不像过去讲话这么的有力道啦，风生水起的样子。来看看地缘政治的关键，从地图上来看，从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正在去美元，土耳其要继续友好中俄，塞尔维亚美方要点燃这个所谓的火药库嘛，欧洲德法会有一个腹背受敌当盟友可能会被算计的疑虑吗？先从沙烏地阿拉伯跟中东这里来看起啊，沙烏地阿拉伯加入了金砖新开发银行，要加强的是什么？跟成员国的联系，西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来取代它。而这个上海合作、上海商会组织之后呢，欧亚盟也宣布要用金砖国的储备货币，所以美元慢慢的要被想办法弱化或者减持。所以当沙烏地阿拉伯想办法从俄罗斯这里疯抢低价的柴油，再把油很高价想办法卖给欧洲，大家都知道倒霉是谁，当然是欧洲啊。接下来甚至 OPEC 有可能会进一步减产啊，那油价的飙涨还是会往哪里去发展，成本会被越来越高，能源危机的欧洲现在才是最头痛的。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也不再听美国的话啦。时隔12年之后，阿联酋迎来了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到他们的国家去。叙利亚总统回归，告诉大家阿盟成员欢迎他们成为一个结盟的时候，这个决定就跟美欧他们的希望当然大相径庭，因此就互相成为一个抗衡的这个势力了。而土耳其也是不太听话嘛，现在今天就在现在此刻第2轮的投票正在进行，第1轮已经大幅领先，现在预期埃尔段也继续会赢得这场选举，甚至在得票支持率上是超乎预期，跟美国想的不一样。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公开的演说说，我们是一个祖国，一个民族，我们将成为一个团结的土耳其。这个胜选掌握的可能是未来第3个10年。那么相关的分析调查报告机构都说，埃尔段的支持率已经高达了53.4个百分比，赢过对手的46.6%。除了土耳其，除了中东之外，再来看看欧洲在塞尔维亚这里，刚刚武契奇宣布了一个雨中的告别演说，辞去了所谓中东火药库，大家担心他出状况啊，但是他进入了最高战备状态，辞去了党主席的身份。先来听听当中的这段谈话。Ali ću od sutra biti predsjednik svih građana Srbije, a ne predsjednik političke partije. Divni ljudi od sutra će preuzeti rukovođenje našom partijom. To je jedna od stvari. Da bismo imali bazu, oslonac, osnovu da sačuvamo našu zemlju u naredne 2 i 3 krizne godine koje su odlučujuće za budućnost Srbije. Izloženi bespoštednim napadima zato što se Mađari i Srbi zalažu za sebe. Napred Aleksandre, napred Srbijo!
在雨中的这一场演说有点悲壮的氛围。那当然，其中比较让大家觉得尴尬或者是关注了的场合的这个谈话里头，就是匈牙利的外长了。特别帮他站台的时候，他喊的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个情况？他必须要辞掉党主席，虽然还是总统的身份，接下来的改选还有一大堆的挑战，都来自于境外势力。毫无节制在攻击，不管匈牙利或塞尔维亚，他强调的境外势力是谁，大家很清楚，而且是美欧批评科索沃破坏和平，塞尔维亚呢现在已经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所以美英法德意5国共同声明，科索沃当局要立刻收手，而美欧谴责科索沃在这个地方安插市长啊，破坏了改善塞尔维亚紧张关系的努力啊等等，但是真正的这个内情是不是？当地人又有不同的想法呢？比方说，白宫内部人士就透露了被问到说德国的问题的时候，欧洲这里正在经济衰退，拜登回答说：“感谢上帝，对于俄国制裁终于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人家问德国的经济衰退，因为跟俄罗斯的制裁啊相关的因应效果有关系，他却感谢上帝，德国衰退了，是因为他本来就预期了德国还有欧洲国家一起连同俄罗斯的制裁里一起往下坠，所以欧洲的官员正在暗中为拜登输掉下届大选做准备，因为这些盟友都发现了这个当中的不妙之处吗？委员，现在所有的民调。不管怎么调查，拜登几乎没有赢的可能性啊！他不只是输给川普，也输给 DeSantis。那如果川普跟 DeSantis 在合作的话，那我不晓得拜登跟那个贺锦丽要靠什么东西赢，几乎没有赢的可能性啊！我断定他一定输败，所以他想要做困兽之斗。他讲话现在语无伦次，德国衰退证实的对俄罗斯制裁有效果，这是个什么理论？我都听不懂。哎呀，实在。我的小伙伴们受伤惨重，就表示说他前面去打俄罗斯有效果。基本上对于这个塞尔维亚跟匈牙利这2个是有名的反美的一个国家是他不听美国的话，也不想去制裁俄罗斯。那美国当然会在里面制造事件，在塞尔维亚的制造事件就是有个校园枪击案，然后美国就请全力支持在野党，给他们钱，让他们每天上街去闹事儿，奇怪，美国自己家里面的校园的这个枪击案多得很啊，他们美国中央情报就有这个兴趣啊，所以逼得这个武契奇不得不辞掉政党主席，然后开始来号召团结，然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再去弄科索沃，科索沃在塞尔维亚定位中是他们一个自治区，那现在弄一弄说，哎呀，我们来搞独立啊，看在塞尔维亚要不要出兵，如果塞尔维亚出兵的时候，北约再去轰炸塞尔维亚，又再来一次，美国人就喜欢玩这种游戏但这一次可能很难得逞了。那匈牙利也是一样至于埃尔端更是有名的反美的政治人物，他的对手是亲美的，反美跟亲美在土耳其对决，看起来是反美的会赢。那美国人讲说，拜登政府正在重新做一个世界秩序，看起来世界秩序走自己的路跟你美国已经脱离了，跟你拜登的想象完全差距很大那白宫会去决定这个。沙特阿拉伯世界怎么转变吗？也不可能啦，沙特阿拉伯根本不理你了嘛。沙特阿拉伯让叙利亚这个美国的对手的总统能够回到了他们阿拉伯联盟，他本来就阿拉伯联盟的一份子这是阿拉伯人然后在沙特阿拉伯带领之下，要重新团结在一起，然后让美国人更不爽了。阿拉伯人团结在一起不是走向美国，是走向中国。这一点有阿拉伯想要加入什么金砖5国啦想要加入中国所发起的一些国际组织，目的何在？就阿拉伯立场来讲，它多元化，不能什么时候完全以美国来主宰。那更重要的就是说，跟中国互相拉拔、互相成长，成为一个抵抗美国势力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或者新的世界政治秩序。那有关于美国的这些债务上限我早就想过嘛，这两边耍皮条，在玩那 chicken game 懦夫者游戏。那现在拜登一看自己的民调输了，只好让步了。那共和党觉得，哎呀，你大概没什么希望连任的，所以我就把债务上限谈判就卡在2年，因为2年后你不是总统，我不必理你了。所以双方面各取所需但明显的，拜登在这一轮的 chicken game 里面，拜登是输了那输了以后呢？现在当然，叶伦对他来讲，他整天跑3点半也不是办法嘛，告诉你说我6月2号要付什么钱，6月3号付什么钱，6月4号付什么钱。但最经典他讲的一句话，他说
中国有义务帮美国解决债务的困难，因为对世界金融稳定会很有贡献。这个逻辑我听了很心酸的。美国怎么会走到这一天呢？还要哀求中国说：“你借我钱，让我渡过难关。”因为未来提高上限的时候，就要发行联邦政府公债。发行联邦政府公债呢，一定要拜托中国先买做一大部分。中国这个时候可能会做顺水人情了，但是中国要记得，做顺水人情要到该要的东西。好，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更多深入的讨论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美债上线的时间是在倒数计时当中，虽然延后了5天，那么两方的协商似乎有初步进展，拜登必须要退让吗？其实根据这个也是政客网上面的一个分享哈，那他在这里头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谈判基本上呢，没有去砍这个所谓的非国防的这个预算啊，因为本来是说应该要让他砍到1300亿，那结果就是说要相对于2022年的这个水平这个规模，但结果现在只一毛都没有动，所以呢，这个共和党很难说他胜利了啊。那这个当然是指所谓的这个非国防的预算，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都是拜登的这个政绩啦。那所以说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其实是不满的，认为说麦卡锡其实没有真的把他们的想法呢真的推到极致。那当然，因为拜登也不是完全没有武器，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这个他的参院，还有民主党还是有多数嘛。那第二个就是到时候大家还是一个互推皮球嘛，所以大家都不希望最后成为全国民众责怪的一个对象。那但是到底真正的这个细节是藏在魔鬼是藏在细节里啊，就是到时候那个真正是怎么去分配，因为它本来是增加的，它现在不能增加，所以哪些会被砍？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共和党可以宣称胜利的地方。那我觉得我刚才要补充一点，就是前面谈到那个美国的这一次在底特律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APEC 的会议哦，事实上在这个会议的时候，也有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跟日本的这个经济部长也有一个见面，日本的那个西村康稔。那日本的这个美日这一次的部长级会谈谈什么呢？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它的标题是什么？就在谈这个晶片生产过度集中在特定地区。他认为说这个可能会对于全球的晶片工艺带来很大的一个风险。各位，这个新闻在讲什么？这个标题在讲什么？讲的不就是我们台积电吗？就是说，因为晶片生产过度集中在台湾，已经对全球的晶片供应带来了一个很高的不确定性。其实他的新闻发布里头也谈到了台海的情势。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时候民进党政府应该要拿出你们的办法来。第一个，你要宣告，要向国人说明清楚，到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台积电在台湾的生产能够继续维持下去。第二，你有没有向日本跟美国表达台湾在这方面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到底如果他们有什么样强制性的措施，要改变目前我们在台积电在台湾的生产，你政府有什么样方法能够去避免他们采取这些措施？我认为这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当然最关键的是台海和平稳定才是台湾经济繁荣最重要的一个保障。我觉得这一点，民进党还是要拿出做法来，不要让大家不要只是告诉我们说，民进党执政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民众企业都非常的恐慌。因为任何正常的国家都不会希望成为中美对抗的牺牲品。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塞尔维亚的政局现在很不稳定哦，在这个武契奇在狱中宣布辞党主席之后，后续还有很多的政治的困境，他必须面对挑战。刚刚蔡委员已经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塞尔维亚跟科索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地图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塞尔维亚是在科索沃的北边。那其实他们的爱恨情仇啊，是从15世纪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事实上来讲，那个时候鄂图曼土耳其，他事实上来讲，他占领了科索沃，也就算了。这里的阿尔巴尼亚的人，慢慢的就开始移民到科索沃，然后不但移民之外，信仰也改变了。
信仰就变成了伊斯兰教。等到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结果就发现了，虽然景色依旧啊，但是人跟那个土地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个样子。那对于真正的影响是什么呢？真正的影响是匈牙利跟塞尔维亚是比较对中国比较友善的，但是偏偏现在美国的氛围就是逢中必反，所以就是刚刚讲到的，为什么仅仅是一个校园的枪击案就会被炒作成这个样子，不可收拾。当然就是有境外势力在。